18岁就当上保安队长，比大爷少走40年弯路。他悠哉悠哉地哼着小曲儿。此时，一个外卖员骑着小电驴准备开进小区内，他立刻拦了下来。站住，让你进了吗？就往里闯。不让进吗？秦宇用手指了指门口放置的一张木质牌子。不是，我昨天能进，今天怎么就不让进了？他用霸气狂妄以及4分不屑的语气道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外卖员一脸气愤。这小子看起来年纪不大，但说话属实，是狂得让人想揍他啊！而就在此时，又一个外卖员骑着小电驴开进了小区内。他原本想要怒声呵斥，顿时打消了这个想法，默不作声。你为什么不拦他？你以为我傻呀？你看他那体格，我敢拦吗？他不得嗷削我啊！他见这小子将怂逼2字演绎的理直气壮的，他强行将心中怒火平复下去，赶忙拨通客户电话跟客户解释。喂，是林先生吗？你们门口的保安不让我进，你出来拿一下。你报我名了，他就让你进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没用，他还很狂妄地跟我说，你算个屁，在这里他的规矩就是规矩，谁来也不好使。好家伙，你这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的本事，秦桧来了都得拜你为师啊！然后黄哲明便是将手机递到了秦宇的手边。喏，你们业主让你接电话，哼，敢得罪我就等着业主狠狠批斗你，把你辞退吧。秦宇丝毫不慌，一脸平静地接过电话。喂，找我干啥？快点把外卖员给我放进来。不行，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容易撞到小区内的行人，现在已经被禁止入内了，你自己下来拿外卖。你个保安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丫的信，不信我找人收拾你丫的。你这人怎么骂人呢？骂你怎么了？就你一个保安，别说骂你了，我就是骂你全家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不是，保安怎么了？看不起保安是吧？我要投诉你，等着。哎呦呦，赶紧去投诉我吧。秦宇一脸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，脸上尽是不屑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老爸可是这个小区安保公司的总经理，我这保安队长的职位就是我老爸给他走个后门拿下的，还能让你欺负了？黄哲明一脸震撼地看向秦宇。哥们，你牛！随即将外卖放到门卫室窗前的台沿上，便是转身骑着小电驴离开了。此时他耳边传来一道机械声：叮，成功拦截一位外卖员，力量+1，扮演点+1。他选择兼职来当保安，是因为觉醒了系统。一道虚拟的信息面板便是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作为一名穿越者，我到这个世界已经18年了，刚好18岁生日之际觉醒了系统。随即看向旁边的外卖，俊秀的脸庞此刻却是开始冷笑。看不起保安是吧？要投诉我，还骂我是吧？秦宇拆开了眼前的外卖盒，给他加了点秘制调料。做完这一切，秦宇回到门卫室，把门锁上。不多时，一个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便是走了过来，对着门卫室的大门狂敲。开门，给老子开门！你小子刚才不是挺狂的吗？你有本事挑衅我，你有本事开门啊！怎么躲在里面不敢出声了？听着对方的淫淫狂吠，秦宇却是没有任何要理会的意思。壮汉也是不屑地朝着门口吐了一口痰。啊呸！什么东西？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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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壮汉便是提着外卖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秦宇的情绪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。此时耳边响起机械声：叮，成功教训一名不知好歹的业主，敏捷+1，扮演点+1。儿舒服了。然后一位老奶奶提着一麻袋东西走了进来。秦宇见状，赶忙跑了过去。陈奶奶，我来帮您。陈奶奶闻言转身看去，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慈祥的笑容。原来是小雨呀！秦宇将他的大麻袋一把提起。哟呵，还挺沉。陈奶奶，这里面装的啥呀？怎么这么沉？这些啊，都是我今天在山上挖的野菜。野菜啊？是啊，你王爷爷最近老尿频，我打算给他做点野菜汤补补肾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小雨，你这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当保安呀？这多耽误你学习和练武啊！哎，陈奶奶，此言差矣。我王大爷60岁临近退休才当上保安，而我年方18就当上了，可比我王大爷少走40年弯路呢。呵，你这油嘴滑舌的臭小子！行了，把包给我吧，我这休息一会又有力气了。陈奶奶，你真行吗？要不我帮你搬上去吧。陈奶奶笑呵呵地摆了摆手。没事，别看你陈奶奶现在这模样，年轻的时候那也是正儿八经的武者呢，抬这点东西不碍事，不碍事。哦，好吧，那陈奶奶你小心点。他便将麻袋交还给了陈奶奶的手中，跟陈奶奶告了别。然而门外2位中年妇女有说有笑地走了过来。秦宇见状，顿时笑着挥了挥手：妈，李姨下班了呀。其中一位中年妇女见状，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，赶忙用手捂着脸，快步离去。阿敏，跑啥呀？你看那是不是你儿子小雨？他快步朝前追上陈敏。不是，你认错人了，赶紧走吧。是吗？秦宇也是一脸无奈的双手一摊。哎，女人啊，
就是害羞。陈敏回到家中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的秦啸天见状，有些关心的问道：“还他妈咋了？”陈敏一脸无奈的瘫坐在了沙发上。还能咋地？还不都是因为你那宝贝儿子？小雨咋了？你说咋了？你说说这臭小子，好端端的非要去当个什么保安，而且还非得在咱们小区当，这以后是怎么抬得起头啊？难道你就让咱儿子从此以后当一辈子保安？那咋办嘛？这小子学习倒数第一，练武倒数第一。那既然如此，不如当个保安啥的也挺好的嘛。陈敏坚决的摇了摇头，不行，我是接受不了我儿子一辈子只能当个保安。还他妈，既然大号废了，要不咱再回炉重造一个，练个小号。陈敏闻言，一脸狐疑的看向对方。就你现在这大腹便便的样，还能行吗？秦啸天闻言，顿时就是急了，腾了一下站起身。今天我就让你再度感受一下江南汉子的威武雄风。刚上课还没2分半，呼噜声就响彻在整个教室。班主任两眼发黑，走到他座位前。地震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只知道睡？你知不知道你的觉醒因子高达恐怖的0.1，位于全年级的第一。我竟然拿第一了！倒数的那也是第一。随即便瞥见他身旁的男生正低着头。刘大毛，干什么呢？把头抬起来！刘大毛不为所动。班主任双眼冒火，他猛然抬起头来。嘿嘿，老师，你叫我啊？你刚才低下头在干嘛呢？没干啥呀。然而班主任直接从他的书桌里掏出一桶肯德的全家桶，重重地拍在书桌上。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一旁的秦宇见状，顿时怒目瞪向刘大毛。好你个浓眉大眼的刘大毛，竟然恰毒食！嘿！刘大毛偷偷指了指身旁班主任，给秦宇示意了一下。哇靠，忘了，老师还搁这呢。李老师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乖乖去走廊外面站着去。秦宇一脸讪笑的挠挠头，非常自觉的便朝着走廊走去。一旁的刘大毛眼看气氛不对，也是走了过去。唉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能让这2位卧龙凤雏同时出现在我的班级里？你们2个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！秦宇和刘大毛闻言，乖乖点头，老老实实的低着头站在李木夏面前，就像2个乖乖听话的孩子一样。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下次一定好好学习，向上。他一脸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你看看班级里的同学都觉醒因子都是突破了0.5了，再瞅瞅你俩，一个0.1，一个0.2，全年级倒数前2，直接被你俩包圆了。你们俩就不能向李军学吗？”七，我要是有个觉醒 A 级副的老爹，我也行，这有什么可牛逼的？刘大毛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刘大毛连连摇头。老师，他刚才说他要是有个 A 级副的老爹，他也行，这有什么可牛逼的？此话一出，教室内的其余学生都憋不住笑了。你个老六出卖我！哼，敢背着我恰毒食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你管人家拼什么呢？你拼不过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坐着。刘大毛连忙点头。还有你，学习不用功，练武不用功，就只知道吃喝玩乐睡大觉。你再这样下去就要成人才了，你知道吗？李老师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他刚打算低头认错，随即面前却是多出了2道选项。选项1，完成奖励获得称号，老师的眼里的乖孩子。选项2，完成奖励，高中历史知识精通。我选择第2个。对，我以后啊就去那桥洞底下盖着被，美滋滋。获得奖励，历史知识精通，额外附赠奖励，物理知识精通。李木夏此刻已经是气得脑袋上冒烟了。我是一名有素质有涵养的老师，要冷静。我冷不了一点嘞。秦宇、刘大毛，立刻给我以团成团的方式滚出去。早读结束，复觉醒仪式正式开始。校长站在主席台前，开始宣读开幕演讲词。第1位林清雪。林清雪走上觉醒台，伸出手搭在复觉醒石上，一道深蓝色的光芒直冲云霄。林清雪觉醒 S 级元素系副，绝对0度。一瞬间，整个操场都是瞬间哗然。校长瞬间浮现出无比兴奋的笑容。好，江南是第1个 S 级副。我女神不愧是我女神啊，就是牛逼。S 级很屌吗？看哥们待会也给你拿一个。刘大毛一脸担忧的摸了摸秦宇的额头，又摸了摸自己的。这也没发烧啊，大白天的说起胡话呢。下一位刘大毛。刘大毛无比紧张的走上觉醒台前，向上天诚恳的祈祷：天灵灵地灵灵，一定要让我觉醒个好点的副啊！我愿拿我老爹10年寿命来做交换。不，20年。刘大毛便是将手搭到复觉醒石上，下一刻，一道红光芒浮现而出。刘大毛觉醒 B 级强化系副，嗜血狂战。话音一落，整个操场顿时都是沸腾了。在学校，谁人不知秦宇和刘大毛这2位卧龙凤雏觉醒因子包揽全年级倒数前2。一个觉醒因子0.2都能觉醒个 B 级异能。对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么灵，早知道刚才再把寿命往多了吧，说不定直接觉醒 S 级了。
身为刘大毛的班主任，此刻也是懵了。刘大毛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大摇大摆地走下台来。可以啊，大毛，你这属于是直接翻身农奴把歌唱了。旋即凑到秦宇的耳边，老秦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啊。啥事啊？刚才我用我老爹20年寿命向上祈祷，给我一个好父，我怀疑我能觉醒 B 级父就是跟这个有关。好家伙，当代大孝子就是你了，大毛。但随后秦宇便是开始低头思考起来。按照这个方法，那我拿出老爹50年寿命做兑换，岂不是 S 级父了？老爹，对不住了，为了你儿子的前途，借你阳寿一用。他嘴角一翘，跑上了主席台。另一旁，正坐在办公室看着报纸的秦笑猛然打了喷嚏。我怎么感觉后脖梗凉飕飕的？他觉醒因子只有0.1，这家伙怎么这么自信？难道卧龙也要觉醒了？兄弟们开盘了，开盘了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卧龙也要跟凤雏一样，觉醒个高级别父打咱们的脸？不可能的，你当高级别父是大白菜啊！秦宇没有理会众劳嘲讽，站在主席台前向众神祈祷。我与神明画押，夺我老父50阳寿，只为装逼一刹。半天没有反应，秦宇都懵了。这觉醒时坏了吧？突然，一道耀眼的绿色光芒闪现而出。好绿，兄弟，你头上绿了，你也绿了。这么亮的光芒，不会吧？卧龙也要出山了？主持人此刻有些不敢置信的张大嘴巴，竟然是 A 级木系父复苏之木。校长已高兴合不拢嘴了。这特么今天真是神了！全年级觉醒因子倒数前2，闻名全校的2位卧龙凤雏，今竟然特么的纷纷上演奇迹了。然而秦宇此刻却是没有什么欣喜的表情，反而是有些慌了。我弟乖乖啊，老爹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会给你找个嘎嘎好的坟墓，好好安葬你的。给他一次演讲的机会，他能成为学校的公敌。吓得校长连忙握着他的嘴巴。你可别说了，我的祖宗！我又没乱说，他们不够努力，不该回去好好想想吗？而且我爷爷真是大夏巡视。别胡闹了，孙子，你爷爷来了。众人循声抬头看去，谁在骂人？只见一位身影自从之上飞掠而下。好小子，真不错呀，真给你爷爷长脸。爷爷别闹，我这现在正演讲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先继续。大夏东南行省巡使6星5皇强者秦青山，所有人此刻待在待原地，已然是鸦雀无声。嗨嗨，为大夏之崛起而奋斗，这是爷爷的座右铭，也是我的座右铭。还记得小时候，外面下了大雨，我却突然发烧了，我年迈体弱的爷爷冒着大雨背着我。这小子瞎扯什么玩意呢？我堂堂6星5皇强者，体弱多病。秦巡使，您孙子讲的还挺好的。场中顿时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。秦青山没脸听下去了，便偷偷的溜了。首先，我先恭喜一下我们班级的同学，觉醒的父都不错，尤其是秦宇和刘大毛2位同学，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众人目光也是不禁向后看去。此时，秦宇的面前浮现出了2道选项。选项1，完成奖励谦虚郎君称号；选项2，完成奖励数学知识精通。好家伙，系统这是非要让我当老六啊！嗨嗨，那个我讲2句哈。秦宇突然站起身来，各位同志们也不要灰心丧气，这一切呢都是我努力的结果，你们要多多向我看齐，以后要好好努力啊。听，获得奖励数学知识精通、化学知识精通。我好想打他咋办？我也是，在操场我都忍不了了。这小子脸皮咋这么厚呀？秦宇，快坐下。感受到全班同学快要把他吃了目光，他赶忙坐了下来。哥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，好刺激。学校准备设立一个特训班，只有觉醒 B 级父乃至以上的学生才能进入。我们班共有4位同学入选，李军、王浩、秦宇、刘大毛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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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班会到此结束，下课。老秦，今天咱俩不得吃点烧烤庆祝一下？秦宇摇了摇头，不去不去，我待会还得去当保安呢。你都觉醒 A 级父了，还去当保安啊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大爷60岁当上保安，我18就当上保安队长了。你就说我这个保安队长的含金量高不高吧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也回去当保安了。秦宇回到家中，看见2门神直勾勾的盯着他。我去，老爸老妈，你俩搁这干啥呢？老公，你觉得这是咱儿子不？目前来看，确实有点不太像。老爸老妈，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！我儿子每天混吃懒做的躺平白子，怎么可能觉醒 A 级父呢？没道理啊！一旁的陈敏也是非常认可地点点头。爸妈，你儿子在你们俩眼里就这么不行是吧？哈哈哈，好了儿子，不逗你了。啧啧，真是没想到啊，儿子，你今可真是给老爸一个很大的惊喜啊！晚饭过后，秦宇来到小区的门卫室内，拿起一颗零食，开始吸收灵力。还不错，感觉差不多晋升2星5图了，去上个大号。他离开没多久，一道身影偷偷摸摸地溜进了门卫室里。他刚回来，一把匕首便贴在了脖梗之上。别说话，告诉我小区的监控怎么关？秦宇四肢微微有些发颤。这位大哥，想要关小区的监控得输密码才行。密码是什么？你得先保证你不嘎我，我才能告诉你密码。好，你告诉我密码，我不嘎你。我不信。你耍我是吧？你要是再不说，我现在就把你宰了。黑衣男将手中的匕首再往里贴近了1分，秦宇被吓得猛然一激灵。大哥，
你不能嘎我啊！我爷爷是大夏巡使。呵呵，你爷爷是大夏巡使，那我还是大夏人皇呢。少废话，赶紧告诉我密码。秦宇此刻已经快哭出来了。大哥，我真没骗你，我这儿有照片和视频为证。拿出来看看。秦宇连忙将手机打开，递给了身后的黑衣男。黑衣男看过后有些懵了。兄弟，到底因为啥呀？值得你走上法外狂徒张三的道路？是为了生活吗？我不是为了生活。此时黑衣男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凛冽的杀气，双拳不禁捏紧。兄弟，听你这话，感觉是有点故傻。要不你跟我说，或许我能以合法的途径帮你解决。毕竟我爷爷可是大夏巡使。黑衣男最终还是点点头。好吧，我原本是一个军人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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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退役了。回到家中，发现我老婆早就带着我的全部财产跟一个男的跑了。我找了他们俩足足2年半，才知道他们住在这个小区里。所以我竟打算把他们俩送上西天。秦宇听完后也是一脸的同情。兄弟，我能问一下，你跟你老婆结婚了吗？废话，我都管她叫老婆了，能没结婚？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法律叫做破坏军婚罪？破坏军婚罪，这是什么说法？秦宇叹了一口气，这本书你是一眼没读过呀？公元2328年，大夏立法规定，明知是现役军饶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军人配偶与第三者同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且处以大量罚款，给予当事人作为补偿。黑衣男此刻听着秦宇给他的科普，整个人直接是傻了。竟然这么简单，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个二逼。明天你可以去法院起诉他们，你这情况基本上是一告一个准，到时候巡夜司会帮你好好教训他们的。黑衣男有些懵逼地点点头，明白了，以后啊还是得多读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。他朝着秦宇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秦宇却是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可以离开了。此时响起了一道提示声，叮，遇到歹徒，成功全身而退，防御加20，获得被动技能优秀保安的敏锐感知。没想到巧合之下，竟然将第3个任务条件完成了。有了这个被动技能，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老六阴了。不对，好像我才是最阴的老六。120岁大爷走路都比小电驴快，他将车把手拧冒烟了，也没能追上大爷。妈妈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孩子，别看，那是废物。大毛，你确定你这台小电驴是你爸斥巨资购买的？昨天我觉醒了 B 级天赋，我爸一高兴，直接斥巨资给我买的。老实说，这多少米？200。哦，不对，收破烂的还返给了我爸50。啊，这巨资这么大！大街上的路人目光都在2人的身上，他们俩此刻活脱脱的像2个大山炮。大哥，那2个小子咋还不来啊？都等了半天了。不急，咱们再耐心等一会。此时远处一道滴滴声传来，一辆小电驴自远处驶了过来。来了，准备。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这台小电驴还没有进入胡同。怎么还没到？其中一人微微探出头去看，发现小电驴还在缓慢驶来的路上。这什么车啊，这么慢？我太爷拄着拐杖走，都比这小电驴快。小电驴即将驶入小胡同内，此时他感觉到了危险，顿时停了车。竟然有老六蹲在这里要阴我们！下一刻，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计上心来。大毛啊，为了庆祝咱俩进了特训班，我请你吃肯德吧。好呀好呀，我要吃肯德的全家桶。秦宇笑呵呵的回应一声，旋即便是将小电驴掉头，朝着反方向驶去。大哥，现在该咋办？等，这条道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，我就不信他们今天不回家。秦宇骑着小电驴，载着刘大毛来到了最近的巡夜司大门面前。老秦，你来这干啥？不是说请我吃肯德吗？吃个勾吧，咱俩刚才差点记了。说着，便是大踏步的走进了巡夜司的大门。巡夜人叔叔，我要举报，有老六埋伏我们。2名巡夜人闻言皆是一愣，随即秦宇便将事情的经过阐述给了2人。你是说，你感觉到那个小胡同里有人要阴你们？秦宇点了点头。可你又没有亲眼看到，你怎么知道胡同里就一定有人要阴你们？这是我身为老六的敏锐直觉。你们要是当老六阴人阴多了，你就能感知到有些地方是有老六的气息的。其中一个巡夜人憋不住笑了。巡夜人叔叔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到开心的事情。好了，这位同学，你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之后我们会去调查的。话落便是摆了摆手，明显不信他们所说的。无奈之下，秦宇也只能使出大招了。我爷爷是大夏巡使。小同学，这个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没骗你们，我爷爷真是大夏巡使。说着便拿出了手机，找出与爷爷的合照，递给了眼前2人。2名巡夜人接过来一看，这我要跟我们队长请示一下。秦宇点了点头，那名巡夜人便拿着秦宇的手机跑了。没一会，一名精壮汉子便快步过来，激动无比地握住了刘大毛的手。没想到是秦公子驾到，有失远迎呀！不愧是秦巡使的孙子，当真是一表人才，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一身的英雄气概，非凡无比啊！这位大哥，虽然你夸我夸得很爽，但你夸错人了，我叫刘大毛，他才是秦宇。这特么就有些尴尬了呀！一激动把自己知道的那几个夸人的成语全部说出来了，现在也不知道还能说啥了呀。林海涛走到了秦宇的面前。秦公子，不好意思哈，刚才一激动没认出来您。
但不得不说，就您这长相，您这气质，绝对太哇塞了。秦宇将事情复述一下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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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海涛一听也是憋不住想笑。这位秦巡使的孙子看起来脑子不大好的样子，竟有此事，真是大胆。秦公子，我这就跟您一起前去，把这两个老六揪出来。随后，林海涛便跟着秦宇二人朝着那道小胡同走去了。此刻蹲守在这里的2名黑衣人都睡着了，听到耳边传来的滴滴声，其中一人也是猛然惊醒，连忙摇了摇身旁的人。大哥，快醒醒，这2个小兔崽子来了。什么？这2小子可算是被我们等到了。他骑进了胡同内，2人瞬间冲了出来，一前一后的将秦宇和刘大毛包围在了中间，2股强悍的威势爆发开来。呵呵，好小子，可算被我等到。话还没说完，一道恐怖的身影瞬间出现在秦宇2人的身前。林海涛，巡夜司分局第5分队队长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黑衣人没有任何犹豫，果断转身就跑。哼，想跑？秦公子，万分感谢你的举报，让我们巡夜司抓到了2名神使会成员。没想到因我们俩的竟然是神使会的人。啥是神使会啊？叫你上课认真听讲，非要睡大觉。神使会是一群自诩为神明使徒的邪恶组织，与妖族狼狈为奸，干着背叛人类的丑陋勾当，在大夏属于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存在。可是上课睡大觉次数最多的不是你吗？秦宇却是不理会。林队长，不用谢，协助你们巡夜司抓捕神使，会是我们每个大夏公民应尽的责任。不愧是秦巡使的孙子，瞧瞧这觉悟，这格局就是高。当然，如果您非要感谢我们的话，那给点奖金也行，不用给多，100、80万的就差不多了。好吧，我收回刚才的话。秦公子，你可真幽默。我们巡夜司都有一套专门的奖赏规则，不能随意发放的。您放心，奖金肯定是有的。好吧，我们走了。随后，秦宇2人骑着小电驴继续往回家的路走去。老大，大熊和二熊被巡夜司抓走了。什么？老大，大熊、二熊2兄弟被抓走了，巡夜司的人肯定会审问他们。那咱们现在这个秘密基地的位置岂不是要暴露了？不慌，大熊、二熊跟我干了10来年，是我的心腹，对组织还是很忠诚的，一时半会应该还不会泄露咱们的位置。然而门外却是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众人皆是一愣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彻底包围了，立刻放弃抵抗，缴械投降，争取宽大处理。陈天霸气得快炸了，这特么他俩才被抓了多长时间啊，就把我们全卖了。100道选择题他能错101道，还给老师上1堂课，把老师气得连夜向校长提交辞职。请你教教我，你是怎么能在一张有着100道选择题的情况下打一个大鸭蛋的？你就是全部瞎选，也不可能打鸭蛋吧？蔡老师，你可以质疑我的学习能力，但不能质疑我的学习态度。我对这次测验很认真，没有一道判断选择题是我瞎选的，都是我认真思考后才选的。此刻蔡老师捂着胸口，感觉高血压快上来了。其他题我就先不说了，你先告诉我最后一题，已知父母双方都是 A 型血，他们的孩子怎么可能是 B 型血？你为什么打勾？咋的？这孩子基因突变了呀？教室内的众人都是不禁哭笑了起来。 2个 A 型血的父母，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B 型血的孩子啊？他居然打勾，没学过生物知识的也知道不可能。蔡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不可能的？来，你现在要是能给我找出一个 B 型血的孩子，双方父母都是型血的，我现在就给你磕头叫爹。蔡老师，咱们班就有一个啊。秦宇用手指了指坐在后排的一个男生，咱们班的张胖就是啊，他是 B 型血，但他父母都是 A 型血。张胖哭了，他的世界观在此刻瞬间崩塌了。蔡老师此刻也是彻底懵逼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普普通通的一道判断题，竟然炸出了一个如此精致秘闻。丁获得奖励，高中生物知识精通。原来2个 A 型血的父母是生不出 B 型血的孩子的呀。他不禁看向身后的张胖，胖哥们，我对不起你啊。随后到吃饭时间，他直奔坤坤店走去，看见一男一女在争吵，旋即他直接坐在旁边吃起了瓜来。小萌，你就答应我吧。陈毅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需要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小萌，别这样，毕竟咱们俩未来都是要成为夫妻的人了。嘿，谁要跟你成为夫妻？臭不要脸！一旁的秦宇听得直接乐了，眼前便是浮现出了2道选项。选项1，完成奖励，热心观众称号。选项2，晋升至3星5图。对不起了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但系统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秦宇迈着昂扬的步伐，朝着他们2人走去，直接一把握住陈毅的手。他不愿意，我愿意。阿义哥哥，选我吧。2人都是目瞪口呆，陈毅当即便是抽开了秦宇的手，怒喝道：“你有病吧？你谁呀？”丁晋升至3星5图，表演太过出色，再额外增加10点力量值。靠！早知道刚才在表演的走心一点了，亏了。秦宇很是自然的笑呵呵的摆了摆手，不好意思哈，认错人了，你们继续。便是转头就走，只给2人留下了一道潇洒的背影。你站住！告诉我你是谁？在下午班里军是兄弟，就来砍我。秦宇便消失在了2人视野中。
陈毅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是这种人。我回去舅舅叫爷爷取消婚约。旋即便是直接大踏步的转身离开。不是啊，小王，你听我解释。转眼间下午便是过去了。把门给老子打开！你瞎啊？没看到门口的牌子写着送外卖的不能进去？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信不信我叫我大哥过来狠狠收拾你？随后便骑着电驴跑了。2分半后，他带来50人。我操！呼叫支援。就是你欺负我老弟的是吧？是你爹，咋了？呵呵，还挺黄的。江南江北一条街，打听打听谁是爹。你要是不给我老弟磕头道歉，那今这事就过不去了。你想怎么过不去？你今要是不道歉的话，我以后搁门卫室门口放闹钟骚扰你，不让你睡个好觉。秦宇瞳孔陡然瞪大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好歹毒的想法，这家伙果然是个狠人。面前浮现出了2道选项：选项1，乖乖认怂，磕头道歉；选项2，将眼前所有人全部赶走。这不选2，我还是男人。咱俩也别搁这打嘴炮了，大家都是社会人，那就用社会上的路子来解决。咱们直接来场王对王的单挑对决，谁输了谁就跪下来磕头叫爹的那种。哟呵，有种，我答应了。秦宇脸上显得极为自信。开玩笑，以我9星5头的力量打这帮普通人，那就跟爸爸打儿子一样。我要是这都能输，我当场找块豆腐撞死。秦宇朝前一步迈出，紧接着便是听到。对了，提前告诉你一声，我是1星5者。迈出的脚步瞬间收回。王大爷出列。一位年近70的老爷子便是颤颤巍巍地走出了队列。王大爷，这场单挑交给你，有没有信心拿下？有信心。你玩我呢？说好王牌对王牌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这位王大爷可是一位5星5者，年轻的时候。小伙子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大爷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何必呢？我这一手响狗是巴掌，仅凭你是挡不住的。大爷，请赐教。好。王大爷双臂缓缓伸展开来，呈太极图案环绕，场中顿时无风自动，一股极为强悍的威压陡然弥漫开来。这种程度的威压，果然是个高手。王大爷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右手画掌，朝着刀疤脸怒拍而去。刀疤连忙抬臂封挡，然后咔嚓，哟，扭了。秦宇连忙跑了过去，搀扶起王大爷，用手探了探后者的鼻息，面色顿时骤变，大声喊道：哎呀，嘎人了！我靠，我啥也没干啊，是他自己把自己腰扭到的。他一脸无辜地举起了双手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没碰着这位老爷子，得给我作证啊！刀疤脸看向自己身后的兄弟们，想要让他们给自己作证，却发现身后早已是空荡荡一片。兄弟们早特么骑着电驴全跑光了。这帮没义气的东西！刀疤心中怒骂一声，便也是脚底抹油，赶紧骑上电驴溜了。待到这帮人走后，一直昏迷不醒的王大爷也是陡然睁开了眼眸。鱼子，你王大爷这演技怎么样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哼，记住了，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。听，成功拦截100名外卖员，获得技能铁拳来喽！在出拳前喊一句铁拳来喽，下一次出拳的力量可以提升100倍。我靠，力量提升100倍！还有谁？我要打10个。爽！